你有没有想过，一段关系的走向可能在前面3次约会就已经决定了？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，你跟女生前面3次约会的重要性，还有其中的关键，还有你要怎么样把握各种各样的时机，以便推进你跟对方之间的关系，好让这个女生她是越来越喜欢你。那前面3次约会有一些关键我们需要注意的，它包括了交流的氛围、2个人之间的连接感，还有暧昧跟性张力等等的。但是要记得一个原则，就是关键不是说什么，关键是他跟你在一起，他在你身边，你让他感觉到了什么。一个真正懂得吸引女人的男人，不会只是聊天回答问题当工具人，不是，因为这些都产生不了吸引力。真正成功的关键是他懂得主导情境，制造出一种让人放松、暧昧又充满张力和可能性的氛围。而女人她们缺少的是能够让她进入那一种又放松又充满未知、有冒险又刺激又充满情绪张力的交流框架。所以以下有几个核心原则，希望各位可以谨记。第一个就是女生的角色是情绪的回应者，而你身为男人，你是氛围的引导者。因为氛围它在这边，正确的氛围才能产生正确的情绪。很多男人在约会的时候，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要说什么，我要做什么，我要带他去哪里。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正确的，但他也是错误的。因为真正有魅力的男人不是依赖外在的这些条件去给女人反应，而是他自己本身这个人，他说话，他的行为，他的反应，他的眼神，他的浅沟通，他就能够创造出情境。他就是属于活生生的情境创造者，让女人一步步卷入这一种节奏里面。那错误的心态包括什么？等待他给你反应，就是看他什么反应你才出招，那太被动了。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主导情绪。你想带他去什么地方约会、吃饭，在过程中要怎么聊天，要怎么知道和谐感跟破坏和谐感，聊天要聊什么话题，要选择什么样的交流模式，要不要转场，哪怕是怎么升级，各种各样的都是你在主导。你主导情绪，他自然跟进，一个主一个副的那一种概念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一些兄弟就会去想，我这个约会的经验很少，我经历过的女人很少，怎么办？我不懂得去主导女生，我不懂得怎么做一个驾驶。我就给大家一些原则，你需要创造这个吸引力，你就要能够明白什么样的吸引力氛围它是有价值，它是可以让女人投入，甚至对你越来越有兴趣的。这边有5种元素，大家一定要记起来。第一个叫做轻松感，或者叫做好玩感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用幽默的方式去调皮，去开玩笑，去玩，去打闹在一起。比方说，可以做一个反差角色的扮演，假装你是一个高傲的艺术评论家，叫他画画给你看，然后你评论，或者你们吃的每一道菜都可以互相做一个评论，还是点了饮料都可以互相做一个特别的评论，看谁的评论越特别，给的分数就越高。你可以说这杯奶茶，它的层次大概就是第5名，这个就是比较涉及到客观的那些话题，比较不涉于个人，所以比较容易有那种没有压力感，比较和谐。那开心、有趣、调皮，还有恶作剧等等，让他感觉到跟你在一起很放松，想要再见到你。比方说点菜的时候可以开玩笑说，我们来比赛看谁点的菜比较好吃，输的人请吃甜点。或者你可以叫他搬个鬼脸，然后你用手机拍下来，或者他不要的话，你就拍下他一个比较搞笑的表情，然后跟他说，这张照片我要存起来，以便以后我生气就可以看这张照片来开心，或者以后你惹我生气，我就用这张照片提醒你，不要逼我把这个照片发出去。第二个叫做游戏感，记得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童心，我们小时候都很爱玩，只是我们长大之后很多烦恼，或者我们对大多数的事情失去了兴趣，所以我们变得没那么爱玩。怎么说没那么爱玩？那约会的时候真的是女生爱玩吗？对，只要你能够创造出那种玩游戏的那种氛围，女生其实她会很投入的，她们都会很喜欢。这其中包括了这个角色扮演、假设性问题、情境转换、好感问题、假设问题，还有很多。所以我这边就给大家比较容易感觉的一些情况和例子，制造出那种剧情感和暧昧氛围。或者挑战任务，我们一起走进便利商店，各自买一样东西送给彼此，这也是一种制造记忆点、共同经历的那一种氛围感。我们今天角色扮演一下，我是演业务的，你是一个难搞的客户，我要说服你喝下这杯酒。那这个就是一种游戏感，只是跟我们小时候的游戏比起来，这样的玩法比较成熟。那第3种叫做情感感或者共鸣感。
可以互相分享故事、人生经历不同的情绪回忆，讲小时候的故事、恋爱的故事，感性的分享自己，还有你对人生的观察，让他感受到你的内在世界还有共鸣。还可以讨论一些具有反思性的问题，比方说你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最孤单的是什么？这样子可以拉近内心距离，走入深层话题。另外一种叫做情绪记忆勾起，比方说你可以问对方，你有没有那种听到一首歌会瞬间想起某段回忆的感觉？这样子可以引发共鸣，还可以叙事情感。总之你看都是感性面的，这些交流只要感性的成分越多，产生吸引力就越容易。第四种感觉叫做暧昧感，也叫做张力感，也就是眼神互动、语气控制、模糊界限等等的。这种浪漫感它比较多的是来自于比较慢的声音语调，比较深的眼神交流。环绕这可能在这个约会的地方有音乐，可以触发出女人的这种感性一面，甚至幻想还有连接感。围绕式的语言，比方说像是我现在有一个感觉，但我不确定我该不该说出来，这样可以制造邪念，还可以产生出一些神秘感。另外像是说话声音语调低沉一些，语速慢一点，停顿加上低语气的在他面前讲完一段话，你知道吗？你刚刚的这个笑容很危险，这样你可以看见女生脸红，还有心跳加速的反应，你知道吗？你今天这样穿很危险，还好我定力不错 ，OK， 这样子就有一些暧昧氛围出来了。有时候我们这样子的交流，不是为了问问题，不是为了了解答案，而是为了带入情绪。你可以问女生，你是那种会偷偷幻想恋爱剧情的人吗？如果我们现在假装情侣，你觉得你会先吃醋，还是我会先吃醋？如果你只能带3样东西去荒岛，你会选择我是其中之一吗？其实这些问题答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让对方投入情绪，打开想象力，卷入你们共同编织的一种情境里面，而且他会感受到跟其他男生约会很无聊，唯独你就特别，这样就会有一些落差感，这样也会让你从很多不同的男性选择里面脱颖而出，让他对你眼前一亮，什么时候都想到你，什么时候都想跟你出去见面，任何时候你想约他都特别容易，你约他去哪里他都想要跟你，这就是吸引力。你想要触碰他，他也不会回避；你想要升级关系，他都很配合你。那底层逻辑是因为他觉得你很特别，这才是关键。所以我们已经明白了，这升级关系的关键就是引导感受、引导情绪。你不需要太多话术，但你必须是一个自然自在，懂得要玩什么，懂得要去哪里玩。记得感受很重要，有感受有情绪才能制造吸引。吸引不是逻辑，吸引是他的潜意识感受到这个男人可以带给他不同的状态，和你在一起好像每次都有一点刺激，有一点浪漫，有一点未知。我喜欢这种感觉，就是要让他潜意识不知不觉有这样的声音出来，这就是他想要陪伴的男人的样子。各位要记得，约会其实不是只有你在享受，对方也在寻找享受的时机。如果你聊天聊得好，氛围炒热的好，去的地点是正确的，那么这种感觉就很快就来到了。什么是不好的氛围感？不好的氛围感就是你们去的这个地方很热啊，很吵，时间很赶，或者是气氛不好，还是像我刚才说的，去吃这些自助餐火锅啊，烟味又臭，环境又嘈杂，没办法自然聊天，重点都是在食物，不是在互动，这就不好。那么撇开客观条件不说，我们说自己怎么样的行为会产生出不好的氛围？比方说一些男生他会拼命的推销自己，一见面就跟对方介绍自己的背景，讲自己的成就，讲自己多牛逼啊，都会照顾女生，这样是错的，会让人觉得很白目。或者你过度的努力，一直找话题，你很害怕冷场，讲话太急，这样会让他觉得哇好累啊，跟你交流。因为错误的内在信念导致很多男人在女人面前习惯证明自己，
努力的把自己变成一种没有吸引力的赠品，而不是值得他竞争的奖品。所以一句话做一个小总结，就算你条件很好，如果你只是一直在证明自己，希望通过对方的允许进一步发展关系，那你只会让他感觉跟你在一起是好跟坏的差别，而不是有感觉跟没感觉的差别。这不是你不够好，而是你用错了方式，不需要证明自己的。因为女人是讲究感觉的，这种感觉可能有些人会听得相当的抽象，因为女生她们要的感觉极为抽象，但是我们只能用最大概率的方式得到最大概率的成功。很多时候一些行为只要你避免了，那关系的升级以及对方的兴趣就会越来越高。所以一些不好的氛围的产生都是来自于过度理性逻辑的沟通，比方说问对方的工作，问对方的公司是做什么的，问对方住哪里，那个地方什么特色，一直在聊这些有的没的。这些问题其实没错，这些问题都是在建立和谐感，但是如果过度的话，只能打开对方的理性脑，让你变成一个无聊的面试官，或者是 interviewer， 或者是记者在访问，完全没有情感张力。那要怎么做呢？首先，改变方式的核心在于让自己也变成一个喜欢聊废话、喜欢聊感性话题的人，喜欢说故事的人。你自己先变成那样的人，你才能够带动对方的情绪脑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你常常会问一个刚认识的女生你是哪里人，你还不如说你让我感觉到你像某一个地方的人，或者你让我感觉到你像我以前在旅行的时候看见的某一个人，他有这样像你这样的眼神。或者你常问女生你是做什么工作，你还不如说你身上有一种一看就不是乖乖牌的气场，蛮危险的，你应该是干的是那种很危险的职业。或者你想要问对方有几个兄弟姐妹，你还不如说我觉得你应该是那种会被弟弟崇拜、被姐姐讨厌的女孩。所以你看这些无厘头比较不正经的交流方式反而会让女生买单。所以像这些交流方式的重点不是完美的表达，而是语气、眼神、肢体距离、语速这些非语言信号可以让他感觉到心跳加速，那才是真正好的交流语言。还有你们在小酒吧的时候可以随便挑任何人说出想要结婚，或者是想要做情人、做炮友的，或者是想要杀死的，选出来。那你也可以指定一个人让他选，这个人你是什么样的情况，也可以投射在如果是我，你会选哪一个？那如果他反过来问你，你会在这3个角色里面选哪一个给他？那你记得这个你就要坏一点，你就要选那一些像是炮友杀死的答案给他。其实这些不是无聊的开玩笑，因为女生经历过太多无聊的约会了，今天这个约会要给她感受不一样。但是要记得这一切的动机不是让她喜欢你而已，而是让她感受到跟你出来可以创造出某种感觉，他是有参与感的，这样你们可以走到最后一步前雷达的时候，他才有一种出口，感受到是自己也是想要参与的。女人爱上的从来不是那个表面，而是跟你在一起之后另外一个版本的自己，原始、开放、本能式的做自己的那一个版本的自己，平常没有办法给别人看见的那个版本的自己，这才是他们想要的，这才是他们可以从你身上找到释放出来的，也就是独一无二的。女人会说跟你在一起特别好玩，心跳加速，那是因为你已经让她做原本的自己了，她已经遗失了很久拿下社交面积的那个自己了。接着你可以让她开始投资情感连接，参与这种跟你延续的感觉，因为吸引力它不是单方面的努力，它需要你创造出来一个空间，让他愿意走进来参与投资投入，才不会太快的想要离开。因为东西是这样的，如果我今天对于这个人我有投资，我会比较在意他，我会比较喜欢他。那对于另外一个人，我完全没有投资这个情感，甚至也没有投资金钱，我是他要走就让他走，我们不会这么想见到他。因为就好像你买同一台 iPhone，这一台 iPhone 你可能是免费抽奖得到的，那另外一台 iPhone 你可能是花了半年的积蓄用好贵的价钱买到的。那你在使用上其实本质上他们都是 iPhone， 但是后一支你自己努力得到的，那你就会使用上特别的珍惜，特别的喜欢。那要如何让对方在互动当中投入更多？我常说的放慢节奏，才可以让对方看见这个空间进来。比方说你可以这样讲，你这样挺有趣的，但我今天想当个绅士，留点想象空间给你。假设这是第2或者第3次约会，你们还可以延续之前聊过的话题，你的记忆力要好，
才可以记得大多数人家说过的东西。比方说，你上次说过你超爱吃榴莲，如果有机会带你去马来西亚，绝对会让你吃到吐。给他空白，让他补上情绪。有时候你只需要一些眼神，停顿个2-3秒，去说出你上次说过这个东西，后来怎么样了，或者说出这个故事的原型。你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一个故事吗？让对方想要继续听完的感觉，这样他就有参与感、投入感，鼓励他说更多，鼓励彼此都说更多之前没说完的一些话题。记得是自然而然的打开，想到就马上提出来这样的话题。所以这边可以做一些小总结。其实女人很多时候并不记得你说了什么话，但她一定记得跟你在一起有什么感觉，自己跟你在一起她变得不一样了，她变得有女人味，变得被看见，变得被挑逗，变得被理解，又无法掌控你。所以这边再给大家一个核心观念，就是性不是你的目标，而是你跟他投入过程中的副产品。所以你要做的不是追求他，而是创造出一个连他自己都不想离开的交流体验。你不是猎人，你不是说客，你是氛围的导演，你是情绪的魔术师，这个是你新的身份认同。下一集会更精彩哦，不订阅就走宝了，别忘了订阅。